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今年8月底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以及周边的几个国家公园。我会陆续的把这趟旅行的攻略简单的做一下。年底假期有出游的小伙伴可以借鉴。大多数到拉斯维加斯来度假的人们都会拿出1-2天时间到科罗拉多大峡谷来游玩。从拉斯维加斯出发到大峡谷差不多要4个小时。在拉斯维加斯有很多旅行社会提供一日游，但是一日游太过于走马观花。如果可以自己驾车，我强烈建议留出1天半的时间游览大峡谷。我们是早上在拉斯维加斯出发，然后在大峡谷外面的图萨扬小镇住了1晚。如果时间充裕，建议大家途经一下威廉姆小镇，走一段美国历史悠久的66号公路。我们因为这次时间比较紧，就没有经过66号公路。从40号公路拐到64号公路之后，就进入大峡谷了。科罗拉多大峡谷是美国著名的国家公园，197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据说它是在太空中唯一可用肉眼可看到的自然景观。参观大峡谷的费用是35元一辆车，可在7天内往返进出。我们这次购买了国家公园的年票，价格是80元，如果参观3-4个国家公园就很划算。科罗拉多大峡谷位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和拉斯维加斯还有1个小时的时差。大峡谷全长446公里，总面积达2700多平方公里。在这1天半时间内尽览大峡谷是不太可能，我们就挑几个经典的景点看了一下。先将车子停在游客中心，在这里可以搭乘免费的游览车到南园的大部分景点参观。当然不要忘记在这里盖上国家公园的印章作为收藏。在游客中心可以步行到达2个观光景点，最近的就是著名的 Mather Point， 这里视野辽阔，可以一览大峡谷的壮美。大峡谷的平均谷深在1600米。大峡谷的形状虽然不规则，但都是非常林立，岩石色彩斑斓。人们形容大峡谷的岩石是一幅地质画卷，它在阳光下变换着不同的颜色。如果有机会走到谷底，可以观察到从古生代到新生代各个时期的地貌，令人叹为观止。站在瞭望台上向下眺望，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科罗拉多河像一条小蛇一样在峡谷底部蜿蜒曲折的经过。不敢想象眼前如此宏伟的大峡谷是被这样一条看似温柔的河流经岁月的雕琢而成。不过据资料记载，在谷底的科罗拉多河的水流是非常湍急的，谷底还有漂流大峡谷的探险活动。要更深入的探索大峡谷，真的是要在这里住上个7-8天，才能够有更丰富的体验。但是在南园的各个景点停留观赏大峡谷也需要2天左右的时间。除了可以搭乘巴士到各个观景台，当然也可以自己在各个观景台之间步行，不过总长度达20公里，要步行1天才能够把每个观景台浏览到。不过有时间值得走一下。大峡谷的壮观真的是从各个角度看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到达的时候是接近中午了，等到下午2-3点钟再看大峡谷的色彩又变换成了另外一番模样。整个大峡谷景区的树木非常稀少，就是单纯的欣赏这幅由岩石而构成的画卷。公园的免费观光巴士一共有3条，分别为黄、蓝、红。黄线和蓝线会在游客中心出发，到达 Bright 安州观光景点后，要想再往里走，就要换乘红线巴士。红线巴士比较长，终点是 Herman Rest。游览巴士每5分钟一趟，乘坐起来非常方便。
大峡谷内有3条非常主要的步道可以走到峡谷下面。Herman Rice 和 Brian Angel 都非常的有挑战性。不过，如果计划在大峡谷露营或多住几日，强烈建议走一下这几条步道。当然，如果有体力的话，还可以穿越大峡谷。从南缘走到游客稀少的北缘，一共30多公里，就算体力好，也要走上几天吧。大峡谷的南缘和北缘也可以自驾到达，但是要开300多公里，长达5个多小时。和南缘相比，北缘比较冷，每年只在5月中旬到10月才对外开放。在大峡谷游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一些景点是有护栏，但大多数的观赏景点都没有护栏。如果是拍照或者是带着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经常会看到有人为了拍摄美景而跨越护栏，到悬崖的边缘去拍摄。这个就要看个人对危险的感受了。有时候看到悬崖下面很结实，我也会坐在旁边拍几张，但多数时候还是规规矩矩的在公园划定的范围内拍照。科罗拉大峡谷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每年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有400多万。相对秋冬季，夏季来大峡谷参观的人比较少。夏季除了早晚之外，白天的气温还是很高的。在这里游览一定要补充水分，以免中暑。大峡谷内含有90余种动物，鸟类100多种。观赏步道上也有一些植物，仙人掌随处可见，而且还惊喜地发现了仙人掌梨。这里除了游客中心外，还有展览馆。在光明天使步道外还有一个画室，在住宿集中的地方还有一个小超市以及餐饮中心。如果在大峡谷多待几天，可以选择在公园内住宿。公园内住宿和图萨扬小镇价格差不多少，唯一的不方便就是园内的住宿都没有网络，对于习惯用网络联络的人们可能就不太方便。我们仅有1天半的时间游览大峡谷，没有时间走花费6到8个小时的步道，但是在著名的 Bright Angel 中文翻译成光明天使步道上还是走了一小段，想体验一下深入大峡谷的感觉。光明天使步道看似不是太难走，但如果走到靠近科罗拉多河的谷底，则需要预先申请许可证。不过可以花费8到12个小时走到高原景点，全程往返一共20公里，对体力也是有一定的要求。步道的开始都是这样的盘山土路，一侧就是悬崖峭壁，感觉不太适合年纪小的孩子行走。步道上一直有警示牌提示走这条步道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当然，能够走到谷底体验大峡谷肯定是另一番不一样的感受。在大峡谷的每一个步道的入口处都有饮用水提供，但是走到步道下面中途的休息点只有1、2个，有的只是在夏季才提供饮用水。如果不喜欢徒步，也可以骑骡子穿越大峡谷。在大峡谷的官方网站有详细的预订方法，据说目前要提前1年才能预订到骑骡子穿越大峡谷的位置。其实沿着观光巴士的路线走一下观景台的步道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大峡谷观景台的观赏步道全长21公里，如果体力好的话，1天完全可以走下来。
大峡谷的南缘还有一条需要自驾才能观赏的线路，称为沙漠景点，全长33公里，驾车需要40多分钟。我们跟随巴士看了几个主要的景点之后，就自己驾车向着 Desert View 的终点开去。沙漠景点的终点有一个瞭望塔，是看日落的最佳地点。一路上看到大峡谷里面的野生动物在夕阳下悠闲地吃着草。我本以为会在日落前到达观景台，没想到这条路非常的漫长，而且中间还有几个景点可以停下来看一下。最后在观景台前面的一个景点停了下来，在这里看着夕阳西沉。此刻的大峡谷有一种神秘深沉的色彩。尽管已经夕阳西下了，我们依旧驱车到达了 Desert View 的最顶端。瞭望塔楼晚上已经关闭了，但是站在峡谷边上，依然可以眺望大峡谷此刻的美景。在这里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谷底的科罗拉多河。一家人沉浸在美景中，久久不愿离去。第二天早上，为了看日出，我3点钟就起床了。从图萨扬小镇开车到游客中心，路上空无一人。每天早上日出前1个小时，大峡谷内的观光巴士就开始运行了。大峡谷内有好几个可以观日出的景点，我选择了离游客中心最近的 Mather Point， 在白天都要排队上去拍照的这块石头上，我就在上面架好了相机，等待着日出。此时周围都黑漆漆一片，也没有其他的游人，但是有着天上的繁星相伴，也不觉得孤单。大概4点左右，在大峡谷的东面就开始泛白了，然后看着峡谷后面的色彩一点点的绚丽起来，繁星在一点点的隐退，太阳还没有探出头，光芒已经四射了。5点多，游人渐渐的多了起来，天空也越来越亮，眼看着太阳就要从峡谷的东侧蓬勃而出了。到6点的时候，太阳微微的探出头来了，然后牵扯着万道霞光，慢慢的从峡谷一侧显现出来。就这样静静的看着初升的旭日，将万道光芒洒进了大峡谷内。这个120万年前就已经形成的大峡谷，它的谷底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岩石。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时间来欣赏大峡谷，你都会获得不一样的感受。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乘直升飞机游览大峡谷。如此壮丽的景色，绝对是值得一生要去一次的地方。与大峡谷的北缘有2个邻近的国家公园，分别为西安国家公园和布莱斯国家公园。这2个国家公园和大峡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以后的视频中我会详细的介绍。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